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太阳山里面。今天来看一个悬空建筑，就在我后面的山上，非常小啊，大概是在5平方米的石头上面建造了一座小庙。要上去呢，也是比较难的，得一路攀爬上去。最特别的是，这栋建筑呢，四面悬空，等于四周都是悬崖绝壁。我们现在通过航拍都感觉让人胆战心惊的。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十公分，在这样孤峰绝壁上面建造小庙，主要是材料到底是怎么运送上去的。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这一座孤峰绝壁上面的古建筑。那个建筑就在远处那个山上，我们在下面能看到隐隐约约的房子，我们得从下面一直往上攀爬。现在开始徒步上去了，看起来是非常陡峭啊。这个路我就不把车开进来了，因为前面是在山坡上，估计不好停车，我把车放在外面一点。这边还有好多果树啊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树，反正我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梨树啊。以前我家小时候也种了那个梨树，现在呢是没有，改成那个橘树了。果然我车没开过来是正确的。你像这一块这个路就非常小了，我那个车开过来不合适。在这个半山腰拐弯处有个小停车场，如果是开小车就可以，开大一点的就不行了。这一块算是路口了，开始攀爬。这也是后期经过修缮的，早些年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台阶，可能就是山上的小路吧。在这个半山腰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环境啊。这太阳山里面的风景，到了春天确实是挺漂亮的，野花呀点缀其中，山间的鸟鸣清脆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鸟叫声啊？我是一直都能听到。这个空气也很好，在山西的国道上面开的话，经常能看到大货车，有时候呢空气不太好，而来了这种山上啊，空气就非常清新啊。到了这一块相对来说就难走一点，你看完全是绝壁，它得从旁边这样绕过去，也是比较陡峭的。在这里边还有一块碑啊，一般这种老的寺庙建筑都是有碑的，这块碑还放的挺隐蔽的哦，乾隆时期的，乾隆9年。这个也是叫做重修碑记啊。这边还有一块，这个是98年的，已经不是很远了，就在这一块。这都是近些年修好的，说真的，真的佩服之前的工匠啊。你看，绝壁，这边也是绝壁，然后在这一块修建了一条登山步道出来。这完全是人工开凿出来的，然后弄的台阶，不容易啊。很多这种悬空式或者悬崖建筑都是这样的，如果没有开凿这个道路，就和我们刚才看的那种垂直崖壁差不了多少，就算缓也是缓一点点。你看这里就非常明显了，以前基本上就是垂直的，后来是为了在山上修建寺庙才打造出来的。在这边还看到一座小庙，这应该也是道教的一个神仙王灵官，大家应该有所熟悉了。这应该也有天眼，在天上是管纪律的一些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一块应该是属于山门，这入口是非常窄小的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在这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大家看到这是一棵柏树，完全是从石头裂缝里面长出来的，估计也有几百年。现在我们继续上山，已经快到了。在这边还看到几个字，一呢是要注意防火，因为太阳山里面比较干燥。还有一点呢是这个护栏，大家扶着就行，不要用力靠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刚才上来的台阶可以看到是用石头堆积起来的，而这里可不是啊，
这完全是在石头里面开凿出来的。就说白了，以前这一块都是石头，后面把上面的弄掉了，然后在这里开垦出来，让大家行走，挺不容易的。这一块如果没有栏杆的话，是要小心的，因为过来一点点就是悬崖，这里估计也有100来米。你看，这全部是从那个石山里面开凿的，上面呢是用石头堆积起来的。整体这一块当年可是非常凶险的，边走边能看到旁边的风景。在不远处啊，还有一个村落，也算是一个老村落，马上就到了。站在高处看远处，确实别有一番滋味啊！在这个边上，我都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个下面是非常高的巍巍太行，那个山峰呢是层峦叠嶂，真的是漂亮啊！看起来没多远，实际的话走过去是挺难的。在旁边还有个山洞，据说那里啊是老子修行的地方。当然这是当地的传说啊。在洞口呢还有一个独立的那个石块，可以称之为笋石。那现在呢我们就上去看了，在这边又看到一个小庙，双手拿着宝剑，后面呢有那个柏树，还有山峰。那大家觉得这个是哪一个神仙呢？这个我看不出来啊。上来就来到了这个山峰的顶部了。首先可以看到，这里呢叫做奶奶庙。经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来到了这个山顶，这就是主殿。这边写了一个叫做白衣菩萨庙，就是我们说的奶奶庙。整体这个建筑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不到5平方米，大概是4.5吧。通过航拍，我们就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一座奶奶庙的绝险奇。整座庙宇呢是建在孤立的峰顶上面，四面悬空，确实是如此啊。你看这边是悬空的，那边也是，正前方也是，这还是经过现代修建的整修过的。如果是在明清的时期，没有水泥，那肯定是更惊险、更奇。通过侧面的航拍，能够发现以前这个山峰上面并不是平的，而是当时的工匠在上面堆满了石头，弄成了个平地，才建造了这一座主殿出来。就以前这个山峰是崎岖不平的，这一块看的是特别明显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呢，宽度大概是5米。那等一下前方还有一些建筑呢，最窄的地方不到1米，可能只有50公分。这里呢，堪称中国最小的悬空庙之一。很难想象啊，在这样狭小且险峻的地方，古人呢是如何打造的。当地呢流传这样的故事：明代建庙时呢，山高路险，根本无法通车运料。这个当地的村民啊，便将砖瓦木料捆绑在牛背上，一步步赶着牛爬到那个半山腰，然后后面呢是靠着人力一砖一瓦的扛上来。这一座庙呢和旁边那一座村落是同时建造的，因为在山西嘛，只要有村就有庙。当时呢，村民来这里建村之后，发现呢这一个山峰刚好呢算是在村落的入口之处，又是四面绝壁，于是呢那个村里面的高人就决定啊，在这一块建庙，等于呢是把那个气啊锁住村里面。于是呢全村老少齐上阵，既建那个村落里面的房屋，又建这一座小庙。当时呢，他们没有精密的测量仪器，没有现代的建筑艺术，仅凭双手有智慧啊，让一座庙宇在这个孤峰上面屹立数百年，历经风雨侵蚀、地震考验，依旧稳固如初。整体这个建筑呢，看起来呢是比较朴素，没有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那个繁复的雕梁画栋，算是以这个大山融为一体了。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个没锁，可以直接进去的。
进来大家可以看到不是太大，基本上只能站4到5个人。那中间呢就是白衣菩萨，它呢是兼具诵子祈福保平安祛病的民俗功能，就是长治还有晋城这一块有很多奶奶庙。这个神像呢是庄严肃穆，他左手呢抱着一个小孩，右手呢是放在膝盖上面。关于奶奶庙的这个祈福习俗这一块呢，代代相传，尤其是春节2月2、3月3、4月18等传统节日，周边的村民啊都会自发登山祈福，求子、求平安、求健康。这后面还有一些建筑，特别是前方还有一个舍利塔，这个是孤峰上面的孤峰，我们等一下得爬上去。那这一块是啥？这几个塑像大家说是哪一个？我不太熟悉啊。我们去这个上面走一下，应该说是很惊险的。哎呦，我差点摔下去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我都有点不敢站直了。这边就是悬崖，差不多有将近100米，这里非常窄，可能只有50公分左右。然后旁边是悬崖，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惊险？走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，再小心。哎呀，到了舍利塔，这难道是当时有一名高僧在这里修行吗？这还有个台阶上去。这，哎呦，哦，看看，非常陡峭啊！这个舍利塔应该是在最高处，也是都是悬崖。这边我们就不过去了，太惊险了。这个怕成幸运观众啊！如果真成幸运观众，那就是青一块紫一块了，划不来。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惊险程度啊！旁边就是悬崖。说真的，我走在这个地方，腿都感觉有点发软。特别是这一块，我都不敢笔直着踩，必须这个弯着腰走才行。还有这边，真的太惊险了。再通过航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，刚好也碰到几位当地的游客，他们也攀爬了这一块，也都是小心翼翼的。走这个最惊险的地方都是要蹲下来的，就是现在，真的是佩服以前的工匠。你像舍利的旁边那个小庙，在那个石头上面，估计呢还没有1平方米，不知道怎么建成的，向他们致敬。现在我们参观完了，准备下山，又打卡了一个新的地方。这就是太行里面的奇观。其实在太行山里面，这种山顶寺庙、悬空寺庙、悬空建筑是有很多的。刚刚在奶奶庙的时候碰到几位当地人，他说在这个村子里面呢，还有一个洞穴叫做黄龙洞，也比较有意思，里面呢很大很大，并且呢有点恐怖。对于这些我比较感兴趣，我就来了去看一看，就在这个山谷里面。具体的位置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呀，还得往前寻找一下，反正大概就在这一块。刚才我们在奶奶庙说佩服以前的人们，在这里又看到了，你看
这全部是那种梯田形式啊，用石头堆砌而成的。就当时在以前可能比较干旱，没法种植水稻，他们就在这个山坡上面弄成梯田，种植土豆、苞米这一些。整个这一排都是啊，以前的先人们值得敬佩。应该是在前面，看到有些游客在那里，估计也是来参观的。看，到处都是那种梯田呢。现在上面应该是种植的一些果树吧，具体是什么不知道。到了洞口，就在这一块。这边有个台阶上去，有70、80度啊，很陡峭。上去了才能进入到那个洞穴。这边还写了一个黄龙洞开光大典，这不知道啥意思。说真的，我一个人来这里，我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的、思想斗争的，因为里面太黑了。这是一条龙，黄龙，这个洞就是根据这个由来的。反正传说就是洞里面住了一条黄龙，然后保护这个村子嘛。哇，好多乌鸦呀！刚进来就看到了，一进来里面非常凉快。那这个呢，应该就是龙王了。哎呦，有点紧张。这边也是一个龙王，你看这个乌鸦一直在飞，估计这个洞里面有很多乌鸦，感觉那一只乌鸦在带路一样。注意，我就不往里面走太远了，因为是一个人。如果人多的话，我可能会往里面多走一点。你看，如果没有灯的话，完全是黑的。这是我刚才进来的地方，我最多就往前面再走一点点就差不多了。一个人不敢往里面走太深。这边还有个铁门，可能这里就是一道分界线了。具体有多长还真不知道哎。走到前面就差不多了，我就不走了。这里面应该还是有地下河的，我在网上看视频，有其他人来过，就当地人来过。就走到这里了，不往前走了，一个人不敢往里面走。这里面呢有暗河，还有钟乳石那一些。还好我带的是强光手电筒，如果是一般的手电筒的话，根本就不敢往里面走。它如果里面开灯了，就差不多。又出来了，又看到这个龙王了。我又来到洞口了。它以前应该是接了电的，可能现在没有开吧。如果有灯，我倒是敢往里面走；没灯的话，我一个人不敢，有点害怕。那这个洞穴就差不多看完了，走了大概100多米啊。因为太往里面走，我有点紧张，不敢。刚准备走，碰到一辆车，当地人吧，也是来游玩的，他们准备进去。这有伴我就敢进去了，去里面探索一下。有伴就好一点。重新进来了，这真黑呀！你看，把手电筒一关，完全没灯光。你这个手电筒还不亮。我这个是强光的。你说一个人谁敢走这样里面的？是吧？主要是又没信号，没有灯光。你如果说把灯一开，
就差不多了。这都是后面弄的。哇，现在是往下走。啊，又一个门。哇，这里面是真大呀！听到有什么声音？哦，有水，你看，钟乳石，这在滴水。哇，这个龙头。哇，你看上面，漂亮吧？就是这一块山上面剩下来的。走。哇，这还有个这么低的。不好过哟。慢一点，再走一点就差不多了，不往前走了。你现在里面老了？不是，走太里面，他怕回来手电筒没电了。我靠，这很滑呀！这地方有滑呀。差不多了，不走了。你看前面太小了。哦，不去了。走到这里，我和这位大哥都一致决定不往前走了，因为看前面那个情况，那个道路呢，有一段也是比较窄小的，我们2个人还是有点担心，除非是有5个人以上走这个里面还好一点，因为整体话就是太小了，如果是大通道还好一点。又来了2个，我们在里面也没待多久，马上就出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些山洞一个人尽量还是不要进去了。这里的奶奶庙和黄龙洞分别是在村子的2头，一个村子有2处可玩的地方，还是不错的。特别是这个奶奶庙啊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。主要是在几百年前，他们在这个绝壁上面竟然建造出一座这样的寺庙出来，确实不简单，也是非常厉害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